大家好，李易峰塌房绝对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而且他抢在第一时间的自辩非常给力和带感，这足以说明他的信心是十足实的，是相当底气的。这一点跟去年吴牙签完全语无伦次的诡异自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为什么自信满满的李易峰这一次居然完完全全无法再次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呢？如果看官方通报，看营销大号，基本上都是党媒官媒的一致口径，那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然而这腔调自古以来就让人无法信服，因为这种明明成龙大哥嘴里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都是屁大的事，为什么偏偏踩在了这个卡 C 位的节骨眼就完美爆雷了呢？这个魔幻2022年和魔幻的节骨眼对王炸姐弟赵丽颖、王一博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一点都不意外生活不检点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臭气哄哄的娱乐圈，洁白如雪、守身如玉的人本来就屈指可数，偏偏李易峰最强的标榜标签就是贞操这两个字。那么，为什么生活不检点通常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呢？因为娱乐圈大染缸往往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去年吴牙签塌房的过程，其实也是自己做的太厉害，最后被自己老妈大义灭亲的结果。整个塌房的过程，欢迎感兴趣的您自行回顾一下新万专属的独家干货。麻烦各位有心人也不必拿出官方指定营销号的伪光正信息进行反驳和质疑，因为官方的伪光正习惯就是给你吃的，你张嘴不给吃的，你闭嘴，连问都别问。甚至有时候官方的态度就是明白无误的，说你冤你就冤，说你不冤你就不冤，这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江于振聋发聩的思想理据了。也就是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种法律也无从解释的情况，其实在娱乐圈也时有发生，去年有，今年也有。比方说，一个犯了同样错误的演技派老戏骨已经被解禁了，那么他到底是冤呢，还是不冤呢？娱乐圈中人现在依旧是挖空了脑壳，烧干了脑汁，也没有结果。这种悬疑感就是悬在每一位艺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劈下来的时候，任谁也想不到。现在得了，既然娱乐圈一片的寂静岭，吃瓜群众的半统一意见就是李易峰太孤寒，导致了这次的破鼓万人锤。李易峰这次被警方通报嫖娼，并且多次嫖娼，如今李易峰对嫖娼事实供认不讳，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网友们都震惊了。看来网传的爆料是真的，粉丝们都表示无法相信。不过警方已经通报并且逮捕了李易峰，所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今天有网友晒出李易峰在嫖娼房间的多张照片，也是令网友们前来围观吃瓜。网友们爆料，李易峰经常都是找一个人嫖娼，嫖娼的对象很固定，并且每一次李易峰出手都很阔绰，所以对方一直都没有曝光李易峰。爆料网友晒出的画面中，李易峰都是在玩手机或者玩平板，似乎在嫖娼之后还是会在女方哪里停留一阵子，似乎已经并不是特别在意和担心，似乎也不担心被对方爆料出来，这就符合网友们爆料说他找的对象都比较固定了。其实李易峰已经嫖娼数次，之前还是有被抓到过，但是舆论都是没有被公开的，这也是李易峰这一次被抓的原因。因为女子已经被抓到，通过转账记录发现其中有李易峰的转账交易，这才被公布出来。老实说，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非常好奇的就是这次明晃晃的钓鱼事件到底是谁在巧妙做局呢？当然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李易峰的这种圈内皆知的不良嗜好被人掐点拿捏住，也是正装的咎由自取。不过这种神奇的巧合和办案的速度，完全可以让证据证人一应俱全的唐山事件1个星期内就能水落石出了，而不是语焉不详、喜大普奔的3个月后。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随着关注度不断飙升，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细节爆料。有瓜主披露，李易峰被警方抓到是因为他嫖娼结束之后不让姑娘打车回家，怕留下记录，女方就听话的在半夜2、3点扫了个共享单车，结果不巧遇到了正在巡逻的民警，可能因为女方的行为有些可疑，民警就将其带回去问话。
李易峰嫖娼的事就因此曝光。因为瓜主的身份无法确定，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份爆料是否具有真实性。不过从吃瓜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是真的，那实在是太具有戏剧性了。还有爆料称，李易峰嫖娼的时候还特别抠，说好给8000，结果只给6000，还义正言辞地表示6000是行情价。另外，这个被嫖的人还是未成年高中生，越来越令人意外。更严重的是，还有网友爆料李易峰不只是嫖娼，还曾经在海口和西双版纳选妃。爆料人还拿出了照片为证，照片拍摄于去年6月，当时李易峰确实在海口拍戏，照片中的他穿着随意，还在平板电影上选无码动作片观看。还有人披露，李易峰在成都也被抓过，只是签完处罚决定书之后就被放了。因为疫情就没送拘留所。看来官方通报一出，手里有料的人都迫不及待开始往出放。李易峰的形象是坍塌的越来越彻底了。这种接二连三的重锤，让Shin Wan我只能接二连三的偷笑。这不，中新网第一时间就对李易峰嫖娼被警方通报一事发文批评，表示不超越道德底线，不触犯法律红线，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李易峰更应知晓其中的道理。但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李易峰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犯错之后不肯悔改，比单纯的犯错更加不可原谅。李易峰和团队之前的辟谣无比可笑。怎么样？这些事后诸葛是不是非常的手法老道，照板煮碗呢？如今李易峰被抓，很多品牌和代言已经纷纷取消和李易峰的合作。并且李易峰目前已经被所有官网屏蔽，几乎是找不到李易峰的名字和动态。不仅如此，如今李易峰的作品也是遭到下架和除名，基本搜索李易峰都是查无此人。经过这一档子事情，李易峰在娱乐圈也算是彻底凉凉了。之前就有网友们爆料李易峰因为嫖娼被抓，所以没能够出席活动。不过很快李易峰就直播上线了，辟谣此事，表示自己并没有嫖娼，希望网友们都能擦亮双眼。如今警方已经通报，李易峰和工作室的辟谣已经是没有一点说服力了。不仅如此，李易峰的多家代言和影视作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李易峰也会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和罚款。更重要的是，李易峰应该会彻底消失在娱乐圈了吧？这种一前一后接球送球，Shin Wan我只能说，李易峰一方甚至背后力挺的力量，完全就没有回旋的时间和余地，一开始就被人算计好了，精准地按在了地上。不过呢，李易峰带出来的社会震荡还是有的，而且反对的声音也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为什么是他？多年来历经风雨、屹立不倒的顶流明星李易峰，因多次嫖娼被警方拘留一事引发热议，一众网友发声谴责，其代言品牌纷纷解约，官方宣传被删除，已得获提名奖项被撤销。从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态度来看，大家对劣迹艺人的确是不想看、不能忍、不原谅、不姑息。只是呢，在李易峰的明星超话中，仍有很多粉丝表示力挺李易峰，认为他是被造谣陷害的。他们是警方通报于无误，表示只相信李易峰说的。他们为嫖娼的违法行为洗白，宣扬自己花钱与人无关，至少没有睡粉之类的奇葩鄙烂言论。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的眼中，若干痴心粉丝为了捍卫爱豆颠倒是非的痴迷之态，让人目瞪口呆，也彻底暴露出无底线追星的危害之巨、流毒之深。然而呢，任何人都不可否认一个真相，那就是大量的明星真的都很会演，很会藏，明明私生活混乱不堪，个人品行堪忧，却在粉丝和公众面前装出一副好青年、好榜样的样子，将所剩不多的演技全都用在了立人设、骗粉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上。真相被揭开之前，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其营销出来的假象，没有早点看出其真面目。真的不是粉丝的错，不少粉丝被蒙蔽了很多年，错付了大量时间和情感，甚至花费不菲金钱，会感到震惊和难过，一时不能接受也很正常。
但是再震惊、再难过，也不能不顾是非黑白，没有了基本底线。嫖娼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而且也是公认的道德败坏、有伤风化的无耻之举，赤裸裸的用金钱换取性服务，践踏他人的尊严，还容易传播疾病，破坏社会秩序，绝不是某些人信口胡诌的满足正常生理需求、正常服务。你情我愿，什么明星生活圈子封闭难以交友，什么明星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都不是一个坐拥名利的顶流艺人去违法嫖娼的借口。既然承认明星也是普通人，就更应该直面其不能洁身自好、放任下半身直至违法的错误行为。当成龙大哥为了下半身的快乐，通过更高明的手段压下丑事的时候，似乎全社会都是包容以及成龙大哥认错的态度。所以Shin Wan我也是希望这些粉丝明白，警方肯定不会随便陷害谁，特别是影响力这么大的流量艺人，既然发了通报，那必然是铁案。Shin Wan我也更希望这些粉丝明白，多次嫖娼也绝非一时冲动，说明已经是惯犯，可能此前还曾经设法逃避法律监管。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娱乐圈的乱象屡禁不止，所以李易峰们其实只是习以为常的顺利跳进了往常无事突然而至的陷阱当中，成了魔幻2022年的最佳猎物。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的眼里，这种设局难度不高，风险为零，因为即便你上次侥幸逃过了，这次依旧是妥妥的逃不过。更可笑的是，李易峰以前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最宝贝的东西是贞操，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声色淫欲。所以呢，部分粉丝在大度地认为他只嫖娼不睡粉就很厚道的时候，到底将明星的德行看得多么轻忽，又将自己的喜爱看得多么廉价。我们可能无法逐个去劝那些执迷不悟的粉丝清醒一点，迷途知返，但平台确实应就此整顿饭圈乱象，不能让这种荒谬至极、没有底线的户主言论刷屏，质疑也不能有。对于一些明显挑衅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发言，应该及时处理，并对其账号进行处置，避免造成恶劣影响，破坏网络生态。去年到现在，每每有顶流塌房，必然有粉丝奇葩洗白，有些艺人自身已因为违法失德销声匿迹，却依然有粉丝为其申冤上供。这也可见整治畸形饭圈文化依然任重道远。除了对艺人和整个行业加强监管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端正其是非观念，提高其审美素养，让他们不至于被包裹于乱象的泥流之中不可自拔。这就是社会主义正能量媒体对李易峰粉丝的谆谆教导了。Shin Wan我老实说，这种板上钉钉的文案跟去年吴涯签的事发后文案完全通稿，任重道远。有意思的是，官方的疏与堵也比去年有了进步，这就让热搜的导流非常的有趣可看。也就是说，官方希望有清醒理性的粉丝能够对自己的同担多一些正面引导。追星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能为了追星搭上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饭圈很喜欢说的一句话，追星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人生路还很长，还会有很多真正美好的邂逅，千万别追个星，追得连底线都没了。怎么样？李易峰的措手不及和官方的滴水不漏，是不是没有全盘的操作的话，或许还会出现去年千万铁粉劫狱、冲击国家机关的疯狂大炒作呢？就是因为官方的只给结果、只扣帽子，让整件事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杂乱性，所以完全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只能够东移榔头西移棒槌的自行搜索真相。于是乎，糜烂的画面感让众人浮想联翩，特别是李易峰嫖娼现场的选妃画面曝光之后，大家都议论他活该，谁让他经常找固定对象的，谁让他一会儿出手相当阔绰，一会儿出手抠搜害了自己的。甚至很多居心叵测的人直接调侃韩红老师，因为韩红老师也力挺过李易峰，如今李易峰也已经被抓了。这些人一致调侃韩红老师力挺过的人一个也没逃过，这话真的很有内涵，让慈善一姐力挺过的人个个都被无辜连带了。有人大声奉劝所有艺人，只有洁身自好才能够永远明哲保身。
一时之间，含沙射影的狂欢真的让幕后做局的背后黑手喜笑颜开了。因为20大即将胜利召开了，在热搜头条都被李易峰霸榜的情况下，王一博登顶微博综艺明星榜的消息依旧让摩托姐姐们欢欣鼓舞。因为一周综艺报告结果不错，王一博这就是街舞短视频播放破8000万次，这份成绩单依旧让王一博的傲娇持续发酵。王一博不愧是王一博，再次一本正经的搞笑了。这就是街舞综艺效果拉满，那边厢冰与火集集封神，摩托同样是与有荣焉，个个大呼太好看了。峰哥陈宇街头戏的串联刺激，陈宇峰哥双强联手的开放收官，的确值得继续开篇深扒。有网友评论说，王一博本身不是科班出身，作为爱豆出道，主要也是以唱跳为主。王一博演技极具感染力，这就是街舞播出之后热度就很高。王一博队长的一波王炸，无疑是节目组最大的看点。王一博再次凭借街舞的专业度迅速圈粉，快来分享一下吧！王一博舞台玩家这份热情，您是否同样 get 到呢？很多网友评论说，王一博的路人缘也很好，王一博可说话做事真诚磊落、坦率认真。冰与火王一博饰演的陈宇虽然是一个小警察，但面对恶势力他毫不畏惧。王一博饰演的陈宇这个角色人设很惨，最后的结局贵在开放，发人深省。这个溜走的夏天可以说依旧美美，留下了许多的回忆。几大视频播放平台都推出了一系列的警察片，冰与火、罚罪、勇者无惧，可以说主演也都是一些炙手可热的明星。冰与火是个禁毒剧，主演是王一博和陈晓，一对从小长到大的兄弟，一个当了禁毒警察，另一个疑似是毒贩。陈宇和吴振峰的兄弟情在这个电视剧里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这部剧比较突出和吸睛的一个点。里面的演员都是演技派，每个人的戏都很足。这个电视剧整体节奏也还可以，等于是通过吴振峰父亲这个冤案抽丝剥茧，最后布了一张抓捕毒贩的天罗地网。网剧《罚罪》呢，则聚焦的是扫黑除恶。这个剧的主演是黄景瑜。其实扫黑除恶这个剧情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早几年的《人民的名义》开始，这一类作品就有很多，而《罚罪》也有它的看点。这里面的角色都很聪明，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挣扎和算计，可以说是有点偏全员恶人的设定。看着他们之间的激烈角逐，会有一种很吸引人的感觉，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哪个坏人其实是卧底，哪个你以为的好人其实在背地里捅刀子。正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反转的可能性，所以才让这个剧更加好看。比起来这两部网剧《勇者无惧》就要平庸很多。这个剧的主演是张丹峰，也是个禁毒题材的剧情，但是和《冰与火》相比而言，它的叙事各方面就要差很多。《勇者无惧》与其说是禁毒题材，不如说它的故事更像是披着禁毒题材外衣的偶像剧，里面的剧情设置各方面都非常的像偶像剧，男女主的邂逅相遇，对男主爱慕的女配，以及被轻拿轻放的警察故事。综合下来，无论拍摄什么题材的作品，真诚的叙事和过硬的演技才是硬道理。无疑，这次空降成功的《冰与火》给人留下的印象，用最新呈现的7.3分的影评，就足以验证了新人与戏骨之间的实力搭配。我感觉时代正剧王一博依旧可以继续发掘尝鲜和发力，毕竟在现在这个电视圈和电影圈都人心惶惶的大时代，李易峰的教训足以让主动或被动卡 C 位的人警觉和警醒了。因为当大家都以为党媒官媒各种高帽和牌位足以证明藩位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比党媒央视更牛逼的权力机构依旧是盖棺定论的决定性锤子和钉子，就像敲在李易峰身上的钉子一样，从落锤的时候就让意想不到的李易峰完全没有时间走展，让张罗李易峰藩位的党媒央视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这种神奇的快刀斩乱麻，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明晃晃正确阐释了老祖宗的智慧，也就是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我希望李易峰3个字是活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的，是活在作为青年人对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中的，
是活在一个公众人物对自己言行举目的担当中的，而不是活在每天发律师函辟谣、每天跟谎言斗争、每天因为莫须有的事件占用公共资源的虚幻热度中。这段话是李易峰在被传嫖娼后，通过个人账号发出长文中的一段。在他跟工作室相继晒出澄清声明后，李易峰声情并茂地写了一段1000字小短文，希望众人能理性吃瓜，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申万我要赞一赞的是，这话说得很机灵，没想到李易峰及工作室的澄清声明跟小作文似的。然而呢，在发出后不久被平台屏蔽了，这一行为更是加剧网友对李易峰出事的猜测，认为李易峰这是求锤得锤的前奏。只能说，李易峰嫖娼被拘，让央视很打脸，更多的被牵连还在路上。9月11日下午，央视新闻跟平安北京官号一道现身，呼应打脸说，近期北京警方在侦破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中，将演员李某某男35岁查获，该人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记者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李某某为李易峰。随着李易峰嫖娼被拘登上热搜后，与他相关的作品引起众人的关注。以往每当有艺人出事，深受其害的必然是曾经参演过的电视剧等作品，而李易峰由于成名已久，跟众多流量明星合作过，导致前几年代表作品颇多。李易峰一出事，前合作伙伴杨幂、赵丽颖、杨洋等数位明星被牵连，其中李易峰跟杨幂、迪丽热巴等明星合作的《古剑奇谭》怦然心动，跟赵丽颖、杨紫等明星合作的《青云志》，与周冬雨、张若昀合作的《麻雀》，与杨洋、唐嫣合作的《盗墓笔记》等众多作品都面临下架的风险。据央视新闻的第一时间报道，李易峰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其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要知道，早在2016年，李易峰曾因2项交通违法被记24分，罚款2000元。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2016年5月27日2点50分，李易峰驾驶兰博基尼轿车在北京朝阳区与桥墩相撞，事发后未报警离开，在其回国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这种巨大的反差，您 get 到了吗？是不是跟成龙事件照版煮碗呢？现在好了，华鼎奖第一时间也跳出来，要取消李易峰中国最佳男主角等称号。好玩的是，李易峰曾在参加华鼎奖时签署自律宣言，这种打脸跟贞操说完全一个德行。娱乐圈的藏污纳垢可以说基本上一抓一个准。9月11日晚间，华鼎奖组委会在澳门宣布，根据华鼎奖荣誉称号管理办法，决定取消演员李易峰第22届华鼎奖中国100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和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影视明星称号。而在2017年5月，李易峰在苏州参加第22届华鼎奖时，曾签署中国演艺名人社会责任自律宣言。华鼎奖于2020年12月制定了华鼎奖荣誉称号管理办法，其中明文规定，华鼎奖荣誉称号获得者，如有以下言行，将会被华鼎奖集团撤销其荣誉称号并予以公告：1. 涉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危害国家安全； 2. 因为其他犯罪违法被依法判处刑罚、行政拘留； 3. 违背华鼎奖中国演艺名人社会责任自律宣言规定或其他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 4. 继续享有华鼎奖荣誉称号将会严重损害华鼎奖荣誉的言行。所以，在华鼎奖荣誉称号管理办法出台不久，华鼎奖便依据其中规定，取消了演员郑爽第19届华鼎奖中国近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第13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10佳电视明星的荣誉称号。树倒猢狲散，各种代言品牌个个都割袍断义，已均无合作关系了。据悉，原本李易峰有多个商务代言，包括夯马高尔夫、Panerai、Prada、Remy Martin、京都念慈庵、康巴赫、舒适达、王丽安房、丫丫羽绒、真果粒、六福珠宝、巴黎欧莱雅、猎聘，目前都已官宣终止与李易峰的所有合作关系。京都念慈庵微博已经撤下李易峰相关封面，而且宣布终止代言的同时，各大厂商还紧急撤下了与李易峰有关的合作海报。网友看后个个都满意，表示速度可以。看来
李易峰失掉的不只是代言，更是所谓的前景和人心。相关作品被下架不足奇，就连李易峰的母校也跟着撤下其海报，坚决到底。目前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芒果 TV 都已下架李易峰作品，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已无法搜到李易峰字样了。芒果 TV 已下架李易峰作品，余波未了，吃瓜不断。这些日子，人们的目光算是开心而且顺利的转移了。按照此前劣迹艺人产生的影响来看，2022年李易峰主演的2部待播电影《操场》《动物世界2》也将受到影响。李易峰的母校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撤下了李易峰优秀校友的宣传海报和相关的内容。李易峰塌房，最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他的粉丝了。数据显示，李易峰一夜之间掉粉30万，已经从6100.8万掉粉到6070.8万，且粉丝数还在持续递减。而在李易峰评论下方，毫无意外的都是时代刚需的落井下石。这些脱粉的网友也纷纷写下了对李易峰的失望和恨铁不成钢。学艺先做人，德高一才后，这些事后的诸葛，个个都是神算来的。申万我自然也觉得都有道理。明星作为收入高、社会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更应该谨言慎行，更应自律，洁身自好，做好表率。自古以来就应该如此。和吴牙签一样，李易峰辛苦积累的影响力帝国一夜崩塌，渣都不剩，真的是完全符合社死必须的所有成果。李易峰是福布斯常客，曾进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10。李易峰曾多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而在2015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中，李易峰凭借6900万元年收入排名第9。后来，福布斯中国名人榜调整公布的内容，如2020年，李易峰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排名为第43，但未显示收入数据。目前，李易峰名下有多少家公司？他商业版图将可能受到哪些影响呢？话说，李易峰今年注销3家企业，还有4家为存续状态。天眼查 App 显示，李易峰共关联7家企业，其中4家为存续状态。包括上海丰研文化传媒中心、上海丰路文化传媒中心、上海李易峰影视文化工作室、东阳横店李易峰影视工作室。上述4家企业均为李易峰个人独资。值得一提的是，李易峰3家注销状态的企业均注销于今年3月、4月。其中，厦门市千亿盛博文化传媒工作室注销于3月15日，海南崇德里文化传播工作室、海南崇德里文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4月12日同一天注销。这些骚操作真的很有趣。但凡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注销的动作是娱乐圈潮流的避险动作。问题是，为什么是今年呢？现在超10家品牌终止与李易峰合作了。李易峰多次嫖娼被行政拘留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不少品牌纷纷发文称即日起终止与李易峰的合作关系。9月11日晚，真果粒官方微博发文称，真果粒品牌即日起终止与李易峰的所有合作关系。哈马高尔夫发布微博称，从即日起终止所有与李易峰的品牌合作关系。京都念慈庵也发文称，即日起终止与李易峰的一切合作关系。随后，六福珠宝、Prada、普拉达、丫丫羽绒服等品牌官方微博亦发文宣布终止和李易峰的合作关系。李易峰代言的猎聘、百威啤酒等官方微博上已无法搜到李易峰相关内容。这10余个品牌宣布终止与李易峰的合作，连带的损失真的是打碎了牙齿那一种。根据认证为演员李易峰全球后援官方微博，李易峰代言或合作过品牌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六福珠宝、哈马高尔夫、京都念慈庵、人头马 XO、沛纳海、舒适达、真果粒、王丽安房、丫丫羽绒服、Prada、康巴赫、巴黎欧莱雅、百威金尊、猎聘 App 等品牌。对于李易峰而言，每一天都极度难熬了。上海市锦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后朝晖表示，多次嫖娼最多拘留15天，罚款5000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如何判断情节轻重？后朝晖表示，会综合考虑情节以及有没有过往同类违法记录来判断轻重。比如，如果是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一般算比较重的；如果并非第一次，一般也算重的。这些讲道理、讲法律的套话，新万我兴趣不大。让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非常感兴趣的，还是党媒官媒的一句话。中心裁评一句话说得很刚，这句话是：顶流不是护身符，违法终需付出代价。这句话，老实说，就是后知后觉的典范了。因为顶流不是护身符这句话，从去年起就已经是血淋淋的教科书教材了。为什么党媒官媒在一锤定音之后再次强调这种不是废话的废话呢？官方的解释非常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实锤面前，李易峰之前的辟谣行为令人大跌眼镜。作为新生代演员，李易峰戏演的不少，奖也拿的不少，但作为一个顶流公众人物，更应知晓不可触碰法律的红线以及做人的道德底线。很明显，老于世故的老牌顶流说话和解释都完美超越了党媒的后知后觉。然而问题是，知法犯法的人为什么是李易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1年2月发布《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要求演艺人员应当具备从事文艺表演工作所必须的文化修养、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文化演出行业有关规定。同时明确，对违反有关从业规范的演艺人员、演出行业会员单位将予以一定期限的联合抵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抱侥幸之心，以身试法，终须付出代价。这无疑就是李易峰事件对娱乐圈所有当事人的严重提醒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关键字从来都不是法网恢恢，而是疏而不漏，一抓一个准，才是顶流人物警钟长鸣的猛逼重点。让党媒央视看走眼的就是这个卡 C 位的李易峰，真的算是根正苗红。请注意，根正苗红，根正苗红，根正苗红。重要的事情说3遍。曾扮演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担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大使的中国知名男星李易峰，突然爆出嫖娼丑闻，震惊全中国的程度，其实远远超出了去年吴牙签的震撼程度。能扮演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除了演技获得了最高权力机关的首肯，更是因为李易峰的形象、气质和口碑完美符合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口味。因此，担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大使，请注意中共国家安全这个超级重量的衔头，跟免死金牌的含金量没啥区别，已经完全超越了所有浮夸卖脸、市井行凶的流量担当，即便一些主流加顶流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请注意，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想说的是，中共20大将至，这是最关键的关键字。曾扮演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担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大使的中国知名男星李易峰，在塌房曝光后，李易峰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以致个人影视作品、代言和奖项等全遭清零，包括2个华鼎奖项。有分析指，除了一贯娱圈整顿外，李部分个人行为或被认为影射毛泽东，令中共形象受损，更不排除中共官方为敏感日子做政治部署。这种部署其实更深层次的概念，就是又有新人笑，又有旧人哭，这您懂的。当李易峰的朝中好办事被早部署了，那么李易峰的塌房就是迟早的事了。现年35岁的李易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出道，2014年与中港知名艺人杨幂、陈伟霆、钟欣桐合作拍电视剧《古剑奇谭》而爆红，成为中国内地一线男星，参演不少中共官宣影视作品，包括2017年的解放军官宣电影《建军大业》，饰演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八军军长、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他于去年演出中共官宣剧《号手就位》，在港台播出时曾获前特首林郑月娥推荐。剧集由一群年轻演员演出，很励志，
很正面。就是因为这个如假包换的李易峰的的确确形象方面健康俊朗，使他近年为中共国家安全部、人民检察院、共青团等担任形象大使，并拍摄多部中国国家宣传片，亦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主题电影《革命者》中担任主演，扮演青年毛泽东。千万我值得再次提醒一下，这些关键字中共国家安全部、人民检察院、共青团形象大使，几乎个个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硬核硬刚的祝福和钦点。不过呢，站得越高，摔得越惨，遍地都是例子。今次丑闻令李易峰被冠以失德艺人，仕途一落千丈，一尘百彩。中共官方、中国内地微博和网上影音平台等随即纷纷展开割席，将所有与李易峰相关的影视作品、广告下架及删除，就连查询李易峰名字的搜寻结果都显示为0。所有广告商宣布与李易峰停止合作，取消其代言活动。据2020年底推出的荣誉称号管理办法，明文规定，获奖者若有涉及分裂国家等言行，或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等有失义的行为，或因其他犯罪被处以刑罚或刑拘，就会被褫夺荣誉称号。中国女星郑爽因代孕风波成为首位被除名的得奖者，而李易峰因今次性丑闻成为第2位被取消奖项名誉的艺人。李易峰这次空降陨石般的被捕，惹来了不少揣测和争论，包括官方已近期含糊交代事发时间和地点，另有不少人将事件联想到中国知名男星吴亦凡、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华语乐坛名人王力宏等中国人气明星偶像，接连因卷入嫖娼、性派对、与未成年人性行为、婚外情等丑闻被捕或被行政拘留，并遭官方严厉谴责。个个都被控以失德艺人，永久在中国市场被封杀，艺术成就全盘被否定。之前出事的那些人转移视线的功效，其实很明显。您有疑问的话，欢迎自助。类似事件但凡出现，都能成功转移地方的不满和中央的压力。李易峰这次只能说，敏感日子前躺枪，的确有些冤枉。问题还是为什么会是他？选择性执行法律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规，所以呢，不同身份背景下场都会不一样。有些案件被揭发之后，往往会被制造成一些教育的样板，而同一行为，有些会草草收场，有些会严刑处罚。这就是李易峰躺枪的随机性和必然性的最高选择了。总之，李易峰事件让资方、正方、反方、官方个个都各有猜测，各有说法。虽然树倒猢狲散，是大势所趋，无法逆转。然而呢，对于主流加顶流的王一博、赵丽颖而言，再多的荣誉也没有铁帽子的安全。现在就连国安系统的铁帽子照样能被轻松掀掉，因为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从年头就铁口断言，娱乐圈泛政治化是滚滚长江，涤荡鱼虾。政治在现在的娱乐圈已经无处不在了。当公安、检察、监察、国安系统的代言人都能被1/1000的陨石砸到，那么没有什么艺人是真正安全的。朝中有人好办事，这话只有留给李易峰和吴牙签慢慢在大牢中思考人生了。杀鸡儆猴到底是警谁呢？魔幻的2022年把李易峰的中秋节月饼破碎成了粉渣，把花好月圆的节目加餐到了牢房。全中国都没人留意到的是，这次连党媒央视居然也毫无预警的中招了。神奇的力量居然让党媒央视自己力捧出来的 C 位中的 C 位人选，在上台之前就被连串的懵逼、打脸、招供、塌房、自爆了。这种天衣无缝、一剑封喉的精准、毒辣、熟练和霸气，远超了常人也能想象得到的小打小闹和资本内讧。因为这种空降式或者降维式的打击操作，没有最高权力的正式入场，注定会跟往常一样，正反方反复拉锯。跟着手段高明、背景强大的李易峰，肯定可以靠着自己的神团队再次砸碎谣言，全身而退。然而呢，结果呢，全中国的眼镜都碎了一地。除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镜，无疑这次完美设局、完美攻心、完美缴械、完美认罪、完美塌房、
一切都完美至极，一条龙服务，堪比东莞全套。全中国只有一种权力能够做到，而且压根就是从中央下达到地方执行，从决策口径到媒体传达的超主体流程操作来的。这种打击跟腾笼换鸟的思路同样是一个德行来的。Shin Wan 我已经说过，李易峰堪称中国内娱圈顶级流量的原始鼻祖，他的存在感就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时代符号来的。那么，同为顶流的王一博、赵丽颖到底该注意什么呢？您又有答案吗？